大坏啊！2.1周年庆的黄泉杀金尚未落地，2.2的新角色知登鸟波提欧就即将来袭。这下大伙的钱包是真要大破了。那我们把想要角色不歪玩到端服打在公屏上，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这两位角色技能机制和人物强度吧？本期视频就来为大家带来两位新角色的前瞻分析。投币10经验，转发5经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3点关注武教，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强攻略。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争议最大的鲨鱼的波提欧。作为太傅以来第4位限定巡猎角色，虽然很多人都觉得他是通将角色，但其实早在2.0的剧情中，老米就暗示过他会登场了。其实老米在这里是点我们玩了的文字游戏的陷阱，结合后面的剧情，让大家误以为偷渡犯就是萨姆，但实际上比起外观体型上完全无法和普通人类联系在一起的萨姆，和流萤发色一致，还都是披背长发的波提欧，才更容易被警卫弄混。你看这例会像不像是开枪打碎皮沃汤尼的梦境边境后，用绳索偷渡进来的样子？觉得细的小伙伴请投波1吧。不过除了这的伏笔外，老米确实也没有给我们太多关于波提欧强度和机制方面的线索。但根据现在已有的物理角色来进行分析，波提欧大概率会是类似血衣的5星击破大西。要知道，物理击破也就裂伤，堪称目前崩铁中最强势的击破特效，有着高额的百分比伤害兜底，不管再硬的 BOSS 挨一下都是动脉放血，当场裂胎。所以两位4星物理输出卢塔、树伤也都堪称平民对单神器。但目前现有时装的两位5星物理却主打追击和直伤，并没有和物理系角色的优势点建立起太大的联系。再联想到无人问津的仪器钟表匠，那么波提欧作为和卢塔、树伤一样的单体输出角色，就很有可能会是和击破能力相关的主 C 了。再说了，你看波提欧立威底下的评论区，不就有不少小伙伴没有等到想要的角色被当场击破了吗？当然，武教觉得大家也不用太着急，放平心态，把想要的角色打在动影上，下一次可能一发单抽，他就主动找上门了呢。所以大家最想抽的是谁呢？此外，波提欧除了主打单体输出之外，似乎还有一定的推条能力。你看他例会英文名字下的这个符号，像不像是一个倒放的进度条？所以波提欧的定位应该是一位兼具有对单爆破和推条控制的对侧型主 C， 这样既可以符合波提欧的造型冷色，又能和此前的群猎角色形成差异，减少就业上的竞争，可谓一举多得。但无论如何，波提欧作为崩铁目前保质期最久的群猎大 C， 加上这仆人头短发型加配色，配音还能得比钟老爷子是一个人，这一身的强度标识，大家觉得你还会作弱吗？不过也有人可能会问了，这波提欧笑得这么愉悦，看得跟琴酒似的，配上钟老爷子的声音，难道不会很违和吗？武教只能告诉大家，相信彭导好吧。而下半的鸡翅膀女孩知登鸟只是太傅以来第3位限定5星童鞋。要知道，目前的童鞋辅助强者如云的都是人权角色，其中软梅更是在混沌回忆加虚斗叙事里常年双榜第1，堪称崩铁放射性的顶点。而知登鸟作为新铁事业端中的星际偶像，在 CV 方面跟隔壁另一位大明星一样，都是前称老师。而且他俩还都是提前一个版本炸死，然后打赢复活赛的狠人，这强度自然也不用担心。同时，从目前已知的情报来看，知登鸟的技能机制很大概率会和烧血、穿透和攻击力 buff 有关。这时候就有长得帅的小伙伴问了：武教，你咋知道的呢？原因很简单，其实老米4年前就已经向我们明示过知登鸟女士的辅助能力了。你看星穹铁道的前作《崩坏学院2》里，刚好有一把2020年出的5星步枪，叫做谁杀死了知登鸟。它的特效是每次攻击都会烧血，然后疯狂叠加穿透和攻击。而且2月初知登鸟被刀的时候，这把枪好巧不巧，正好就在隔壁决战 UP 当中。你说这纯属偶然，老米没有在暗示什么，那谁知道呢？觉得细的小伙伴请刷波细好吧。此外，知登鸟还是唯一的和同命图4星属性重复的同鞋角色。考虑到此前3次类似的案例中，老米都特意在2个角色设计思路上做出了明显的区分，所以知登鸟大概率会避开寒鸦已有的战点产出能力，走类似隔壁水神那样的群体增长路线，这样既不会彻底抢占4星角色的就业，还能避免和花火产生竞争，又一定程度上玩了把声优等，简直是一举3得。当然，结合同样是物理属性的波提欧来看，也不排除知登鸟会是他的最强队友。话说，既然知登鸟都打赢复活赛了，那是不是也暗示流萤也快要复活了呢？所以希望流萤也打赢复活赛，然后第一时间时装的小伙伴，请在弹幕里举手吧。不过这次2.2的塔池从时间来算，应该会在周年之后暑假之前。这个时间点那可真是强敌环视。不仅2.1塔持有崩铁雷神黄泉和5星生存位杀金，而且后续版本还有可能会时装已经豆豆面的星期日萨姆，甚至是流萤。这期间还可能会撞上劲流、浮雪还有霍尔的富特，这下玩家的钱包是真的要大破了。不过有句老话是铁打的辅助，流水的主 C。从浮玄在深渊中的稳定发挥来看，2.2这样的新角色里资源有限的话，肯定更优先考虑知登鸟。但如果你缺乏主 C 且资源有限，
那争取波提奥这的暴力输出是否会更加合适？所以你最近打算抽谁呢？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